fresh and sweet mango season. Come check it out, you guys. 新鲜的肉粽，台湾的肉粽。Would you like to try? 加拿大不是没有超市，但这家专做华人生意。这个区呢是我们的泡面区，那这个泡面区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从亚洲各国引进来的泡面，比如说这边出前一丁是香港的名牌，然后后面这边呢是大陆的泡面。再往后面的话是统一的泡面，是台湾来的。货架各式商品琳琅满目，犹如身在亚洲。热门流行商品也没缺席，紧跟亚洲动态。我们找这个 category 这个类别的 buyer 的时候，买手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从那个国家的移民来找他进来帮忙的。然后进来以后呢，我们会第一个，我们会常常派他回去他的国家，去看看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产品。我们要快速的引进，让亚洲跟我们这边的时差变得最短，就是等于他在那边买到3个月以后，我们这边你也可以买。贩卖乡愁解方，让这间名为大统华的超市分店一家接着一家开，全国展店超过30家。如今已是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连锁超市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提供亚洲各国的美食，那就是你可以拿一个盒子，然后把你喜欢的美食装在里面，有点像台湾的便当店。对，就是从台湾的便当店把这个观念引进来。超市创办人是他，来自台湾的 Cindy Lee 李罗昌钰。尽管超市顾客中国大陆移民最大宗，但家乡的一切却经常启发 Cindy， 让整间超市散发浓浓台味。移民以后，我还是常常回去台湾呢。可是呢，我在早餐的时候呢，我通常会去找什么？去吃那个饭团，那种小饭团的小摊贩。所以当我有一天在那边吃的时候，我就想为什么不把它引进加拿大来？因为这边的华人也吃饭团呢。1976年移民温哥华。Cindy 并非一开始创业就一帆风顺，年轻时她因为英语讲不好，先在唐人街开店做食品批发，却因为当时的唐人街几乎都是香港人的天下，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的她，差点混不下去。大家讲的都是广东话，我去拿订单，我都拿不下来了。那所以我就自己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既然这边的最主要的语言、最通行的语言是广东话的话，我就应该把广东话学会。看完电视剧以后，隔天呢上班的时候，你要去到人家店里面去嘛，你就开始用你就用广东话去跟这个店里面的人去交流。你好，Eric， 今日生意點啊？都非常好，你放心，都係母親節，今日將會非常繁忙。我頭先行咗一圈啊，我覺得如果呢啲地方我哋可以再更加好啊。Cindy 身心乐观，抱持着不懂就学心态。时间一久，广东话慢慢熟练，订单开始一单接一单。而长时间在唐人街打滚，也让他发现更大商机。唐人街是怎么样呢？它是一个行业一家店，小小的一家店，所以你到周末说要去买中国菜的时候，你要去，比如说先去鱼店买鱼，买完了出来结账就出来了，然后呢再去另外一家买肉，再去另外一家买杂货。那时候我就讲说，对呀，华人聚集了这么多在温哥华，温哥华有那种潜力去推出一个好的大型的这个超市，一定会生意好。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机会呢？这边是从创业开始以来，所有重大的时刻的一些相片。相中移民潜在需求 ，Cindy 筹措资金，在温哥华开出第一间大型华人超市。不同于过去买东西要跑很多家店，一站式集中买的服务，迅速打中移民，吸引顾客不断上门。只是生意好没让 Cindy 发大财，因为没做过超市，不会控管成本，反而越卖越赔钱。差不多开店的4个月的时候，
我就发觉我的现金啊，只能够让公司再熬半年，就没钱了。那时候我很紧张，打电话跟我爸爸讲，说我爸爸说我实在挨不下去了。他说你外面的人知道不知道你亏本？我说不知道，哦。那所以他就告诉我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既然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你亏本，然后你生意看起来也很兴隆，你就千万不要紧张，不要到处乱讲，因为你到处跟人家讲你紧张后亏本的话，这些供应商会马上把你的货给收住，然后呢，你的现金流就会断掉。赶快找一个强的团队。能够管理团队能够帮你的忙。第二个，那就是你要自己下定苦功，好好的加紧学习怎么做超市，还有怎么管理。父亲跨海救援，成功稳定军心。Cindy 开始急起直追，将经营相关书籍一本本翻出苦读，加上幸运碰上新一波移民潮，接收了不少来自台湾、香港的超市主管。由于移民量体大，当地又几乎没有竞争对手，此后公司发展便转亏为盈，蒸蒸日上。Cindy 甚至被当地媒体封为超市女王。30个年头过去，如今 Cindy 已退休，事业由女儿接班，但闲不住的她还是经常到超市走动，进行田野调查。你看，我们这边有螃蟹、有虾、有象拔蚌、有鱼，华人有这个习惯，喜欢吃活跳的海鲜，尤其是鱼之类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把台湾的这个观念带到这里来，你可以指定哪一只你喜欢。然后呢，请我们的，如果你不会处理的话，我们的员工可以帮你。比如说鱼的话，我们帮你去鳞去肚。传统市场给我一个新鲜的，市场的那种一个图像，然后我就照这个图像呢，把它现代化。移民社会，顾客买的不只生活必需品，更是一份连结家乡的情感。当乡愁成为商机，谁能提供源源不绝的解方？谁就能站稳移民市场。